厦门的企业主正在集体消失，合规是凌迟，违规是斩首。厦门上万家中小微企业主正在生死线上挣扎。我在厦门做了8年的金融，从未见过如此惨烈的现象：订单断崖式下降60%，利润薄过 A4 纸，三角债务产生的企业主正在法院和银行之间疲于奔命。更恐怖的是，90%老板的征信犹如马蜂窝般千疮百孔，银行抽贷比催命符还狠，有人抵押住宅换现金，有人借高利贷发工资，而更多的人是在深夜的厂房里独自流泪。福建真的已经到了这种状态了吗？还是说全国都是这样子啊？这几天有个厦门的朋友回来，又邀了一个原来在福州工作的朋友，他说现在工作太……他说：“你看我们开店根本没有生意，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了。”还有一个朋友，真的不是跟大家讲故事，他前段时间就是回到老家了。他说很简单，每一天只要有点买肉的钱就可以了，菜我自己种，房子我自己家的，水电费几乎不要，水我就井里面打起来，就这么的简单。我们看到现在这种状况，真的每个人都不容易，每个人漂泊在外，为的不就是更好的生活吗？福建这个依靠外贸腾飞的东南沿海省份，曾经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排头兵，也是民营经济最活跃的象征之一。纺织、制鞋、电子机械、家具，几乎是每一个出口相关的产业，在福建都有完整的产业链布局。福州、泉州、厦门等地的工业区，曾经昼夜灯火通明，货车昼夜不息，那是一段属于福建，也属于中国世界工厂的黄金时代。而如今，福建已然成为中国的第一个大型经济牺牲品。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关于福建的故事。福州餐饮商家呀，3年的倒闭率接近100%，这个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就是真实现状。因为我们就是做达人这行的，商家后台都是有数据的。为什么在福州的创业倒闭率这么高呢？因为福州这个地方店铺租金高，人工费用高，而且福州市场呀又非常的卷，号称小餐饮品牌之都。夫妻店这种类型呢，放在前10年、20年还有竞争力，现在是呢价格卷不过品牌，供应链呢也不如人家，营销推广啊更比不上了。我们呢现在在厦门的第一条马路开元路来看看现在生意有多不好做。看看这条马路上有多少店要转，但是转不出去哦。哎，老板，你们店要转吗？没有。那谁要转？前面好多家，好多家，走看一下。啊，这家店呢也是很久没开了哈，开过香店，开过小吃店，但是还是开不起来啊。还有这一家呢，之前卖面包了，现在卖牛肉的，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听说现在商场开店的倒闭率很高，我们今天来福安的东百看一下，看有没有合适我们的位置。福安东百的体量还是很大的，然后很多品牌我们看的都是一些好的一线品牌，福华巴一个非常目标人群非常明确的一个集聚地了，因为这边都是年轻人。但现在商场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它的一个是品类同质化很严重，第二个呢就是商场很多的这种开店的这种物业条件，像水啊电啊这些很难达标，所以目前我们体系里面商场店也是比较少的。福州宝龙中房万宝城现在店铺几乎都没了，冷冷清清的。目前最难过的是这里的房东了吧？大家说说，为啥当时要建这个商场呢？曾经这么繁华的这里，现在很多店面都关掉，稀稀烂烂几个人。我来到了万达，看一下这条街以前是很繁华的，现在这边都是房东自住。长沙万达又一家店铺在转让，人流可不等于客流啊，看这边人气挺旺的，好多是没有生意的，不是好商圈就一定能挣钱啊。主要还是要看作品。又来一个，这个铺子也倒闭了。有一个转让的，这个小青椒对面陈家生煎也在这一条街20米以内4家都在。你说都是全国排名前5的万达，人气那没话说。这边也是哈哈。福州苍山区学生街永辉也倒闭了，这个超市感觉也挺多年了。这应该是最后一批老永辉倒闭了。福州还有哪家老永辉没倒闭？
今年的行情有多差呢？差到我自己都不敢想象。昨天一个朋友开了20几年的酒楼停了，他特地打电话给我说，大哥，我把酒楼给关了。这听完以后我是挺吃惊的，俗话。今天中午呢，一个福建本土酒店品牌的负责人打电话给我，其实我们都知道都是下降的，只不过说没想到我们下降的幅度也这么大，加上我加盟的酒店也是下降的。300万买的房子，今天起拍100万，这不是传言，这是福州金山。现在福州断供率已经冲到了历史新高，但没人说，没人提，成了公开的秘密。尤其是那些小老板，当年抵押房子去搞生意，现在房价一跌，贷款还得照还，一分不少。你以为房价跌个10几20万，有的房子已经缩水了一半，那些高点买入的人现在还在咬牙撑，工资收入怎么也赶不上房价下跌的速度。最近一位福州网友向海外的自媒体爆料他所了解到的一些当地的情况。他说他是一个住在福州苍山区的普通人，常年靠夜市为生。他们那一带的夜市说好听点叫做地摊经济，但实际上呢，根本没有什么自由，摆摊全靠运气。今天摆成了能赚点糊口的钱，明天就可能被人连人带货一锅端走。网友说那天晚上天刚刚黑，楼下村夜市的人慢慢聚集起来，他像往常一样把小推车推到巷口，准备卖点炸豆腐和凉皮。旁边卖炒面的，卖水果的，卖烧烤的，大家都已经是很熟了，没有人愿意出来受这份罪。可是工作哪有那么好找的？你以为我们愿意顶着酷暑冒着风雨摆地摊吗？不是我们没有本事，是社会不给我们机会。就在我们准备开张的时候，突然一群穿制服的人冲了进来，他们没说一句话就上来推人翻车，把摊主的小车直接掀翻了。开始只是有人喊凭什么打人，接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围了上去，我也在人群当中。就在那一刻，我真的是气得发抖。我不是在看一个中都，而是在看一个专制体制如何赤裸碾压一个靠摆地摊为生的普通人。后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最后从几千到上万人，有人开始录视频，有人打电话叫人，有人把现场的事发到了网络上，对方几位执法人员才害怕地躲回了车上。这位网友感叹道，我从来都知道中国这个体制对我们这些底层的人来说是没有希望的，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晰地意识到我们连最基本的活命权都没有。你看这一夜之间，福州整个楼市就跟开水一样，到处都是卖房的声音。大家发现没有，一夜之间仿佛福州全民都在卖房。今天早上有一个房产中介的茶友来买茶叶，跟我说现在福州二手房的那个挂牌量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很多房东推掉首付，甚至还推掉这几年所供的月供，也要把房子全部卖掉。有的小区一天的挂牌量都要好几十套。现在是不仅是福州市区，包括台江区也都一样。现在福州的房价铁定是要跌的，而且不是小跌，长期来看跌掉一半甚至2/3都很有可能。以后除了北上广深这4个一线城市，其他城市基本上都会变成鹤岗模式，房子根本不值钱。你们知道现在莆田有多少人找不到工作吗？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到现在了，春节已经过去3到4个月了，每天还有10几20个人在打电话要应聘。昨天晚上跟我的好朋友，他说上个礼拜实在顶不住了，把跟了他10几年的老员工开掉了，自己上灶台，自己去炒菜。门上被法院贴满了封条和各种裁判文书。这家企业老板跑路倒闭了。这个企业曾经很辉煌，在全国都很知名，叫众目科技，是做自动驾驶相关的高科技企业，也是集美引进的3高企业之一。你知道吗？这个企业当时小米和联想都有投钱给他，他完成了10轮融资，融了20多个亿。最高峰的时候，这个企业估值超过90亿。福建一家年产值数十亿的外贸鞋厂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无奈地说，我们的客户一夜之间全没了，我们以前一年给美国出口超过300万双鞋子，现在一个订单都接不到了，已经是停工了，全体员工近2000人停薪放假。福建民营企业原本就是在高债务、高成本、低利润的钢丝上在行走，多年各种监管政策
以及让许多台商撤资，本土企业元气大伤。而在中美贸易战、中国整体经济低迷的双重打击之下，无数企业现在都扛不下去了，纷纷选择了最后一条跑路。前周某纺织企业员工回忆说，老板半个月前还在说一起熬过去，没想到一夜之间人就不见了，工资拖了3个多月，我们几百号工人1分钱都没拿到，留下的是空荡的厂房和一堆发不出去的货物，还有愤怒彷徨的工人和焦头烂额的债主。今年的制衣行情都说好干，看一下100个人的大厂，说不干就不干了，全部是进口设备，开了半年，投资了100多万，全部当废铁处理。家人们谁懂啊？刚刚被公司给开了，让我这个月20号去办离职手续。刚刚就那个领导和 HR 就是把我拉到房间里面去，就跟我谈说这个项目公司现在不需要了，然后你们这群人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岗位可以调整，因为你这个工资还挺高的，100块钱，其他的岗位不需要这么高的人力成本，就让我填个自己离职。然后 HR 就把我手机拿过去，让我填一下自己离职，就是离职原因自己离职，说让我待到这个月20号，因为可以给我交一下社保。我说实话，有点不知道怎么说，你知道吗？今年感觉特别的难。哎呦，这中产阶级苦成这样，苦逼的中年人啊！拿1块钱给他吧。我现在的人他不疯就得自杀。那而且还有黄金，不是万不得已也不会跪下的。终于有人曝光泉州就业问题了。刚刚刷到说有多家公司要求求职者无薪试岗，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不给钱让你白干。有律师也指出了，这种用人单位要求无薪试岗的行为啊，它属于违法。但是有很多人都说了，我知道它违法，但是在泉州找工作啊难，实在是太难了。评论区也有人说了，现在最低工资已经满足不了他们了，都想白嫖了。还有人说自己已经体验完了7天的无薪试岗之后啊，第6天就会告诉他不合适。我们开了10年的串店以后，我们又马不停蹄的拿下了我们的一个新的门店。新门店的位置在群生汇地下一层朱富贵隔壁。这家店据说之前的生意也是非常好，但是今年的消费降级的市场下，他们依然是开不下去的。各位精神股东，你们觉得我们会不会亏本？餐饮的倒闭潮即将到来，在这个时候，有多少人还能扛得住？我相信5月中下旬已经倒闭了一大部分门店了，在接下来还会有大量的门店进行倒闭。那主要倒闭的门店是哪些呢？第一，不做线上的，基本上处于倒闭的状态；第二种是处于什么？做了低价团购和请达人探店的倒闭的状态。又要交下个学期的学费了，楼上7000多，楼道住宿费、书本费、伙食费，这个费那个费加起来又得几千啊！3个孩子加起来不得又得整2万多吗？啊！我没有货比三家，我也没有讨债还债，也没有分期付款，必须全款，我眼睛都不眨一下，生怕交慢了，孩子上不了学啊！真是想叶连着那句话，不怕你工资高，就怕你家里3个孩子背书包，今天掏明天掏，辛苦1年全往学校里交啊！
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